哀家真后悔当日留你在宫中，让你有机会兴风作浪，祸延身边老幼。不但害死了哀家的弟弟，更害死了哀家的女婿。哀家绝对不会让你带走哀家的孙儿。你别做梦，哀家不会让你见朱义的，连卫长和食役也要留在哀家的长信殿中。你敢！身为母亲，要女儿留在身边，天经地义。我希望一家人和乐，你竟然说我兴风作浪，我处处忍让，你却说我扮乖，你根本就是看我不顺眼，存心污蔑！住口！我住口！我步步退让，他却一再相逼，抢我孩子。我告诉你们，谁都别想抢走我的孩子，谁都别想！目无尊长，哀家的皇孙怎么会有你这样毫无教养、低贱无耻的母亲？母后，你看看，你把她处成什么样子？都给哀家听着！永远不准这个女人与公主相见，如有违命抗旨者，处以重刑。皇太后息怒。魏夫人，快向皇太后道歉。我没错，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想见就见，谁都别想阻挠！大胆，竟敢对皇太后这样说话，还不快道歉！现在被逼与女儿分离的是我，亲母不得见亲儿，天地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陛下，你说，这天地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放肆！哀家说的就是道理，不许见，就是不许见。母后息怒，先起来。魏夫人，你思女心切，大家能体谅，可是你也不能大吵大闹啊！还不快扶夫人回兰陵殿休息？诺。放开我！你把女儿还给我！你把女儿还给我！你给朕安分守礼。魏夫人多日难眠，才知心情恶劣，让她先回去休息吧。放开我！我知道你委屈，回去我给你弄些汤药。来，你把女儿还给我！先起来，不许再纵容她了！你把女儿还给我！魏夫人，带走！那是我的，我不回去！还我女儿！我不回去！我不回去！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跟我斗，他凭什么？我可是皇上许诺金屋藏娇的一国之母，后宫之主。只不过是一个上衣偷欢的歌姬而已，哪斗得过我尊贵的女儿？痴心妄想！母亲，你要我选择，是玉石俱焚，还是听天由命？我陈娇绝不由命。哼，当然是要和他拼了。你现在是全胜，大胜了。你如今在皇上心中是一个体恤妃嫔的仁德皇后，在皇太后心目中又是一个戮力同心的贴心儿媳。哼，刚才皇上跟皇太后已经看了那出闹剧，那个女人还有什么机会翻身？只是那个贱人的命真的硬得很，几次都让她化险为夷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。你放心，袁叔的部署真是妙绝。正所谓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袁叔果然不负众望，好。谢窦太主，我定当将窦太主的家赏转告袁叔。你知得药也真是厉害，无味无形，连银针都验不出来，滴水不漏。还是皇后厉害。若没有皇后的情面，得后宫众妃嫔的帮助，再好的毒物也是徒然。这点小事
勿需动用妃嫔，只命令几个侍女在她的食物中放点药，易如反掌。这李汁清甜可口，喝完以后更加开胃。来，我再偶尔邀她一聚，为她送饭菜点心，汤里放一点，菜里放一点。她吃的越多，骨头也种得越深。再让徐黎夫人他们多去兰陵殿那儿走动，把侍女下了药的补汤、美食送给她，看她还能撑多久。吃的越多，魏夫人肯定会心乱发狂，甚至自残。好，我就翘首以盼，看那贱人如何癫狂。子夫最克己自律，怎么会突然发狂？他那么贤惠，就算他如何思念幼女，也绝不会对皇上和皇太后无礼。他这种心神不定、喜怒无常，必是出有因。难道巫蛊之术？易大叔也这么想？一般的巫术呢，都是在玩偶物件上施以诅咒，未必是真，多数都是吓唬人的花招。但如果在起居饮食中下毒，伤害可就大了，因为多是以扰乱神志的毒物来害人。近来与他往来的有没有不相识的人？都是宫中嫔妃，不过最近出入的人确实很多，而且我已经暗中防备了。平时子夫吃的东西，不论是我煮的还是送来的，我都用银针验过，全都毫无异样啊。难道并非在食物中下毒？那又是如何入手的呢？哎，无论如何，能做到毫无蛛丝马迹，此人一定不简单。夫人，布帘已经备好，可以启程去兰陵殿了。你看看这汤，我不是吩咐过吗？要准备清淡的汤水，怎么还是这么浓？奴婢想，浓汤可以更温润滋补一点。什么时候学会自作主张了？这几天，你越来越古怪，难道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说，这汤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没事。你要是不说，我现在就带着这汤去见皇上。夫人，去找皇上求死吗？拜见皇后。臣妾发现殿中侍女行为诡秘，怀疑当中有问题。我看有问题的是你吧？多管闲事，这是本皇后的命令。是皇后吩咐的。这汤若不浓，又怎么能盖住味道？加了什么？我们每次送给魏夫人的食物，到底加了什么？加了什么，你无需知道。难道魏夫人最近脾气暴躁，情绪不稳，就是因为这个？有些事，你心知就好。不，我绝不会这样谋害魏夫人。皇后虽后宫之首，权比皇上，但要我去害人，恕难从命。先别急着抗命，看完这个，你再做决定。只怕你看完以后，反而哀求我，让你去。小心！魏夫人最近可好？姐姐能不时来看我，
心情好，精神自然也好了很多。别怪我多嘴，魏夫人，以后还是避免跟皇太后争吵，顺着她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那天做了什么，逼着明月细说当时的情况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忤逆犯上。可是他一度看不出是何原因，我真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了什么病。再这样下去，皇太后早晚会把魏长公主和10亿都带走。没事的，你的病啊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只要你别总是躲在殿中，多出去走走，晒晒太阳，闻闻花香，烦恼自然会尽消。不愿意动啊，有时候坐在这里，就这样一整天过去了，昏昏沉沉的。有的时候内心又焦躁难安，渴了，我们去喝点汤吧。真担心，像那天突然发作，会吓坏了女儿们。公主，公主，小心！哎呀，小心，小心烫着！我太不小心了。哎呀，没烫着公主吧？快去找人清理一下。诺，哎呀，我是怕他们烫到，一着急反而吓到他们了。不可以没有问准就随便拿东西吃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姐姐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千万不要介怀。没事。2位小公主玩累了，我带她们下去休息了。走，慢点儿。夫人，这汤不烫，正好入口。好香啊！子夫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。啊，我睡了多久了？徐丽夫人走后，你觉得累，就躺下休息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哎，现在是半夜啊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孩子们有没有踢被子，不然该着凉了。2位小公主都睡得很好，你安心休息吧。我还是去看看才能安心。哎，那我过去看看。这段时间你都没有休息好，还是好好睡吧，不要去了。这一出去的话，你回来又无法安睡了。你是不是有事隐瞒？魏长和10亿出了什么事？2位小公主被皇太后带走了。什么？傍晚时，皇太后派人来把2位小公主接走，说是担心你的病情。子夫，他又把我的孩子抢走了，是吗？子夫，我要去见皇上，我要去见皇太后。子夫，现在夜已经深了，去了也见不到他们的。你躺下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要去见皇上。子夫，子夫。皇上早就不理我了，是吗？我整日烦扰他，已让他生厌了。我永远见不到皇上，见不到女儿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会的。
魏夫人心情起伏不定，易怒难抑。母后把魏长和石毅接走，也是无可厚非。可魏夫人举止失措，却因思女而起，臣妾怕接走2位公主，她更不能自控了。朕知道，朕曾前往开解，希望她能忍耐等候。可她每次都哭闹着向朕要女儿，朕稍规劝她，就指朕不体谅。母后那边又不肯让步，都是臣妾无能，不能解陛下之忧。不，皇后别自责，后宫事情繁多，难为你要上下调和，左右平衡，还要听朕吐苦水，发牢骚。这是臣妾的福气。明天，臣妾去探望魏夫人，劝劝她，顺道转达陛下的关怀，这样对病情会有帮助。这些日子，如何解决边疆战患，朕已经够烦心了，还要被夹在母后和魏夫人之间，真是左右为难呢。只有来皇后这里，喝一口美味的紫金汤，才能得一刻清静啊。但愿我这紫金汤能让陛下天宁天净。好喝。陛下若国事繁忙无暇过来，臣妾就煮了紫金汤，亲自送去飞长殿给陛下。为何不来？朕一定要来，一定来。谢陛下。现在，只有娇儿你这里，才能让朕忘忧。能忘忧就好。但愿陛下安乐无烦忧。但愿这金木永远藏娇。他不吃，就是不吃。我喂他，他都吐出来了，还骂我呢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越来越像丢了魂儿、癫狂了一样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平日那么多主意的，上天下地你都知道，你倒是说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御医个个都束手无策，他到底还能好吗？难呢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难呀？若我们上次推测的准确，我看真的是这样。还是没有新的发现吗？还是不太清楚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子夫和我们像亲人一样，不要瞒我们呀！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臆测，不能肯定，无凭无据随便乱说，不但于事无补，这兰陵殿上下所有人都会死无全尸的。你不要吓唬人呐！我们真的要想想办法，看看怎么样帮他，否则一旦再病发，恐怕他会伤害到自己。
沈家，一切尖利的物件都收起来，易碎的器皿都藏起来，那些彩带布条都别拿出来，以防万一。子夫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不好了，夫人，夫人她不见了。我进来伺候夫人梳洗时，室内已经是这样子了，找遍了都不见夫人踪影。我来看子夫的时候，他说他对不起小公主，失信于她。房中的利器有没有缺少？哎呀，剪刀呢？剪刀在这里，锥子不见了。臣参见皇后。段仆爷，如此匆忙，所为何事？臣有急事要求见皇上。皇上在处理公务，怕是无暇见你了。魏夫人不知所踪，实在万分紧急，不能耽搁。哦，魏夫人怎么会不知所踪呢？是不是到其他姐妹店里去了？又或是在百花林散步？臣恐魏夫人出事，要求马上求见皇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皇上正忙于朝政吗？后宫之事由本皇后处理，你不用担心，先回去吧。我会派人四处寻找。事关重大，臣非面圣不可。皇上已下口谕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你若硬闯，就是抗旨不遵。皇上怪罪下来，你能担当吗？臣担当。段仆爷，段仆爷，参见陛下，魏夫人不知所踪了。什么？子夫不知所踪？派人去找了没有？魏夫人常去之处都找遍了。听沈家他们说，自从魏长和十一两位公主被带走后，夫人的病情恶化，已经不能自控。失踪前把寝室都翻乱了，为朱意公主做的布袄也剪破了，而且，快说！而且魏夫人针线盒里一把锥子不见了，恐怕她拿着锥子自残。恳请陛下在宫中全面搜寻。怎么会这样？失踪之前她说过什么？做过什么？熹娘说，当时魏夫人说对不起朱意公主，失信于她。母亲说，下次带我去蔚兰亭，看山溪，看溪水流啊流，流啊流。陛下，都是母亲不好。母亲答应你们的事情都没有做到，母亲没有照顾好你们，愧为人母，该死。子夫，
参见陛下皇后。免礼。陛下，臣买马回来，刚进宫就听闻姐姐出事了，到底是？她最近神志迷糊，刚才还闹自尽。什么？幸好段宏及时出手相救，已无大碍。太医令正在诊治。陛下，陛下，魏夫人情况如何？魏夫人她脉象凌乱，时急时迟，时如时时，即使睡着，仍受梦魇所困，郁结狂躁交替。这到底是什么病？臣从未见过这种奇怪的病症啊！你身为太医令，连什么病都看不出来吗？那会否只是心病？若因思虑烦忧，积郁成疾，那得用其他方法治啊！难道他思女心切，便……魏夫人温和善良，愿苍天庇佑。是啊，也许静养些时日就能康复了。那我们一起去为她祈福。到底是心里有病，还是其他状况？一定要马上弄明白。求陛下宽限几日，臣马上召集御医会诊，再找出。那就别废话，快去！是病还有医治的可能，若是中邪怎么办？这可是有损大汉名誉的。臣这就去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这国事要紧啊。魏夫人之事，就交由臣妾料理，陛下别担心了。真扰人。皇后，你今天熬了紫金汤没有？朕想喝。有，臣妾每天都为陛下备着。要不到交房殿休息一会儿，养好精神，再来看魏夫人。百家交房殿。诺。药果然有效，让皇上心痒难熬，天天惦记着去皇后那儿喝汤。如今他对皇后痴迷缠绵，皇后可高兴了，又赏了我一块碧玉。只可惜那魏夫人没死，要不然整条长安大街她都会送给我们的。你急什么？魏夫人中毒已深，早晚一命呜呼。只要皇后得宠，你还愁我们不富贵？那就多在汤中加些迷药吧，让皇上对皇后更加日思夜想。你看，这里面都已经没有你囊子了，得辛苦你往西域走一趟了。可以，我去了西域以后，你只需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就可以。嗯。不过现在，先让我们共赴巫山。彻儿陪哀家赏花，为何闷闷不乐呀？难道又是为了那个女人？子夫的确让儿臣苦恼。母后，或者让儿臣带3个公主去见见她，也许对她的病情有帮助。病情，我看是矫情吧。那女人装疯卖傻，是想让你可怜她，骗你要回女儿的。你受她骗，哀家可不上当。母后，太医令说她脉象紊乱，异于常人，怕真是病了。哼，就算是病，哀家看也是狂病。
哀家更不会让你带走孙女，伤了他们怎么办？好吧，母后别生气。儿臣最怕的是母后又气出什么病来。母后，当日你生病，御医们都束手无策。你不是得一位高人诊治，久病终愈吗？哀家还想着彻儿怎么这么孝顺，要陪哀家游园，原来是跟哀家要女儿，问良医啊。母后，你就帮帮儿臣吧。也好，哀家就让楚服去看看他。哀家倒想知道，他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疯。谢母后。回陛下，魏夫人气血瘀滞，急火攻心，以致心绪不宁，常生幻象。那是生病，不是中邪。不是中邪，魏夫人眼眶色深，实为体内毒物沉积所致。中毒？是。此毒看来异常凶猛，如今积于颅内，发于眼下，随着毒剂过量，病人可能会……这深宫之中，怎会中毒？凡毒物者，落于饮食中，大多难以觉察。兰陵殿的饮食，全由你负责，是吗？回陛下，是由小人负责。不过所有食材从送入宫中清洗、煮熟、献上，都经过严查，不可能出问题的。魏夫人如今身中剧毒，你还敢说不可能出问题？来人，在，将他下狱戴罪，查封兰陵殿膳房。若发现有任何毒物，马上严刑拷问。诺。陛下，是有人存心陷害。陛下若想找出毒物，又有何难？依你之言，就是膳房中必有毒物，那你是不打自招了。好，拉下去，给朕用刑。朕倒要看看，你到底有何居心。陛下开恩，陛下手下留情。陛下，此事必与易叔叔无关，求陛下明察。你还在重病中，心智乱，血气弱，就不用你劳神了。此事让朕来处理，快去休息。陛下，臣妾了解易叔叔，他绝不会害臣妾的。人心难测，朕会替你查个清楚，你就别管了。带走。陛下，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先放了易叔叔，求你了，陛下。子父，你病糊涂了，快起来，来，带走。魏夫人陛下，生气，你还把他带走。陛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易叔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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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父，子父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可恶！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，冤枉好人！放开我！还不快把魏夫人扶进去！住手！没事的，好好休息。陛下，是非不分，冤枉好人。子父看错你了。陛下，夫人不是有意的，她在病中不能自控，求陛下恕罪。
成何体统！太可恶了！也难怪陛下生气，分明是为他好，可他却……陛下，妹妹神志不清，就原谅她吧。陛下真不让御医来看看吗？不必了，朕谁都不想见，有皇后替朕涂药就够了。皇后，这阵子幸亏有你照顾周全，不然朕就……陛下国事家事相兼，臣妾只愿陪伴在侧，只怕做得不够呢。朕有你就够了。有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做什么都愿意，都开心。禀皇后，紫金汤已备好。陛下，喝汤吧。好。皇后，你说魏夫人这毒能解吗？臣妾也希望魏夫人好，只是楚服说，那毒已深入颅内，只怕她这癫狂之症好不了，到时候伤人伤己，让后宫添愁添祸。你说，若是将她送到北宫养病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朕太无情？陛下为了后宫的安宁，这样做实属无可厚非啊。那也只好委屈她了。但她毕竟为朕生了3个女儿，不能对她太过亏待。陛下放心，臣妾定会安排妥当。找一个亮丽宽敞的殿给她，布置尽量与兰陵殿相若，帷幔颜色最好也相同。还有，殿内庭院都种上兰花。陛下对魏夫人照顾周全，臣妾代她谢过陛下了。这迁殿一事，要是能尽快办妥就好了。陛下放心，臣妾即刻就命人去安排。待会儿，臣妾先去北宫一趟，替魏夫人寻一安身之殿。有劳皇后了。诺。陛下，臣果然在兰陵殿的膳房里找出毒物，跟魏夫人所中的毒是否相同？这就有待魏大夫留步。魏大夫，参见陛下。朕知道你一定会来，那臣就直接问陛下了。姐姐对陛下有情有义，何以在她病重之时，陛下要迁她去北宫？卫青，还有，易大叔对姐姐一向悉心照料，又何以反被诬为下毒凶手，囚禁审讯？你姐姐病危是因膳食有毒，不抓易寒抓谁？难道陛下不曾考虑是否有人栽赃？恳请陛下查明真相，抓出真凶，救臣姐姐。那魏大夫推测凶手是谁？凶手显而易见，只怕陛下不敢查。朕不敢查？何出此言？只怕查下去，必然会震动后宫。一旦皇太后插手干预，陛下定会为难。因为朕怕为难，所以就宁愿牺牲你姐姐。你是这样想的？正是。卫青，皇上正在查。朕这阵子的确是忽略了你姐姐，但也不至于太糊涂吧？臣不敢。膳房搜出毒物，早就在意料之中。但未必是毒害子夫的药。下毒者怎么会让我们有线索可查？臣也觉得，这是凶手转移视线而已。陛下求见易大叔，难道是让凶手自以为得逞的一场戏？害你姐姐的何止一人？查探下来，
最近宫中有很多姬妾都曾在兰陵殿走动，出入的仆婢更数不清。他们以劝慰子夫为名，同时共议，谁都有机会下毒。陛下，事情看来同谋重大，这些人心肠狠辣，朕非仔细追查不可，不能有漏网之鱼。臣认为，只有找出主谋，才能找到解药，救魏夫人。臣鲁莽，求陛下恕罪。你们姐弟情深，朕明白。说实话，不单你生气，朕也生自己的气。子夫被害到这种地步，朕竟猛然不知，只一直念着皇后的紫金汤。臣待会儿就将这汤拿去查验。送你姐姐去北宫，也只是想让主谋松懈，露出马脚，希望迁北宫一事别这么快传到子夫耳中，只怕他以为朕已对他无情。那天看着他病殃殃的样子，还向朕下跪，看着他动气病发，朕真是痛心不已。他那句看错我了，更让朕……请陛下放心，臣定会尽力劝慰姐姐，让她不要对陛下心生误解，也求陛下给臣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你是子夫的弟弟，说不定已经被人盯紧，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只需在人前埋怨朕处事不公就好。诺。朕已经从皇太后那里引出那个楚服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臣已命侍御史张汤追踪查询。张汤，此人精明用心，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好，我们就来一个引蛇出洞。姐姐，弟弟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数落花的游戏吗？当然记得。姐姐数得又快又准，我跟大哥谁都比不过。回想当年，每到落花的季节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是啊，那时候家徒四壁，没有什么玩意儿，花花草草就是我们最好的伙伴。我记得，除了数花，还爱比勾叶柄。姐姐选的叶子啊，叶柄总是不会断的。小时候，弟弟只要输了，都是这副模样。到如今还学不精，还是选这种看上去粗壮，实际却不够韧力的。我记得姐姐那个时候年纪虽小，说话却很有道理。你说这种看似柔弱，反而韧力强，不会输。姐姐说的一点都不差。我一路看着姐姐走过来，就是靠着这种韧力，越千山，过万关的。虽是傻话，却还有点道理。
姐姐说的都有道理，所以我知道姐姐必能撑过去。卫青，你看，她们姐妹像我们从前一样在玩数落花的游戏。卫长真乖，总是让着妹妹。诗意厉害，数得特别快。27，妹妹你真厉害，我才25呢，妹妹赢了。卫长诗意懂得爱护妹妹，做得很好，母亲要赏你们。弟弟，你说我赏他们什么好呢？原来我看到的又是幻想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了。你是不是有事隐瞒？皇太后派人把2位公主接走了。什么？卫长真乖，总是让着妹妹。弟弟，你说我赏他们什么好呢？原来我看到的又是幻想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了。上次我离宫回府，经过此处，其实我知道你藏身树后。相信你是怕被指与我私会，助长外间谣言，所以避免与我碰面。现如今，你只身在此等我，难道你不怕谣言了？怕，很怕。可是，能够让你不顾名声，不怕谣言，这件事一定与你姐姐有关。我正准备去探望她。臣正是知道公主要进宫，故在此等候的。臣有事相求公主。什么事？姐姐最近幻象频频，病况堪忧，恐怕臣恳请公主让姐姐见见3个女儿。我知道此事难办，但是姐姐许久未曾见过她的女儿们，在病中日夜思念，臣实在是别无他法，求公主成全。皇太后看得很紧，皇上提出，都被她一口回绝。此次若是不见，只怕
会令小公主们饱含终生，也会令我姐姐好，我答应你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把小公主们带出长辛殿，让她们母女相聚。谢公主。子夫，我已经提早过来想帮你准备了，没想到你起得比我还早啊！我开心。沈家，今天你替我换上那身朱姨说好看的衣裳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早就帮你准备好了。还有，那只10亿总爱动弄的步摇，你也给我带上。子夫，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就改日再看小公主吧。那怎么行？好不容易才能相见，平阳公主为了能让我们母女相聚，一定费了不少心思。我必须要去见。啊，去帮我把我的簪子还有步摇拿来啊，帮我梳洗，上点妆粉，就精神了。快去啊！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哎，子夫，我现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一定会吓坏他们。难道我真的不能再见到他们了吗？为何与祖母吵得那么厉害啊？祖母是担心你们玩得得意忘形会摔倒，所以啊，你们千万要乖，不要乱跑啊。姑母答应祖母要将你们安然无恙地带回去。只要能见母亲，我们什么都答应，一定不会乱跑，给姑母添麻烦。是啊，是啊。在那儿，来，你看，是吧？在那儿。走。母亲，乖。母亲很想你们。我们也想母亲，我更想呢。母亲，你脸上有好多花呀。漂亮吗？漂亮。你们呐，替父皇尽孝，守在祖母身边。母亲空闲下来啊，准备了一些新玩意儿，给你们惊喜。我也要画，我也要画，我也要画。好，一个个画。早知道你们会喜欢。上花瓣儿。好了，我美不美啊？好美，母亲，我也要。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要蝴蝶。好，一个个来。你们要记住，美不在外，而在于心。外表的美容易流逝，只有心善的美才永久不衰。记住了吗？母亲说的，我们一定记得。
好了。我的花漂亮吗？好漂亮啊！你也很漂亮。这是什么？木鸠车。母亲看到你们之前的木鸠车坏了，又做了一个新的。谢谢母亲。但你们要记住，一定要以后相爱不争，一起玩。绕里绕。记住就好。这鸠车比以前的更好玩，尾巴还会动呢。对，这木鸠车呀，只有向前拉，鸠鸟的尾巴才会掉下来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也要努力往前走，别回头。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记得了，母亲。记住了就好。那我带他们去玩鸠车啊。走。记得要努力往前走，不要回头望。是的，努力往前走，不要回头望。子夫，子夫，来人呐！来，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朕怎么能不来呢？他们说，臣妾抓伤了陛下。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别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陛下，臣妾没有想过还能靠在陛下怀里，真好。你若喜欢，朕以后就这么抱你。臣妾出身卑微，竟然可以与陛下相知相爱，又有3个懂事聪明的女儿，臣妾此生无憾。要是离开这世上，臣妾请求陛下不要难过。无憾也无不舍吗？千般难舍，万般难离，但生死自有天命。朕不管什么天命，你说过朕就是你的天，那你就要听朕的命令。朕命你不许离开朕，听到没有？朕命你把我们的女儿都管教成才，要她们与你一样温良贤淑。朕命你亲自为他们系上罗缨，送他们出家。朕命你再为朕生皇子继承大统。朕命你与朕妻离偕老。那臣妾就只有谨遵皇命，奋力求存。
之手，与君偕老。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，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。寂寞的烟火，忘掉年月，让天空快乐。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意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气息，触袭我的回忆。搜宫是，臣参酌整夜，觉得这是救人的唯一之法。事关重大，没有把握不能乱来。如今御医均束手无策，张汤追查楚服未回来，调查虚实，魏夫人却一命在朝夕。陛下，朕其实也正有此意。臣已部署好所有禁卫，只听陛下一声令下。慢着，我知道弟弟你情急救人，若无证据，动用宫中禁卫查封皇宫，恐怕难向母后交代。毒物难以经常出入宫门，必会收在宫中暗处以备用。只有毒物被搜出人赃并获，才能找出主谋，逼问出解毒之法。如若搜不到呢？母后对子夫成见已深，搜宫非同小可。若出师无名，恐怕母后只会认定你为了一个妃子，失方寸，忘体统。如若皇后知道你其实在针对她，一旦反目，子夫只会第一个遭殃，到时候会被赶出宫，会被迁到北宫，也说不定。想不了那么多了。朕本想引蛇出洞，一网打尽，了结宫中祸患，可子夫恐怕等不了。母后生气，朕顾不了；皇后反目，朕也不管了。朕只能先行救人。陛下，陛下，侍御史张汤求见。快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别了，你追查楚服那妖女，查出什么没有？回陛下，原来那妖女曾在西域逗留多年，善以蛊毒取人性命。死者病况与魏夫人是否相似？
同样是不能自控，幻象频频，忧郁与焦虑交替，眼眶沉黑。那恐怕子夫所中，真是蛊毒了。成汤，你来的正好。段宏，臣在。召集宫中禁军，封宫待搜。放到炉上供着，等皇上来享用。诺。皇后，刚才从北宫过来，几乎进不了宫门。什么？原来所有宫殿都被关门查封了。奴婢一路上见到好多禁卫，所有的路都被封了，人人都要查踪籍。听说要逐个宫殿搜。搜宫？搜什么？没有人肯说。搜宫这等大事，为什么皇上没告诉我？参见皇后。段仆夜，你可知道这是交房殿？带人进我殿门，竟摆这等架势，好大的胆！臣只知皇命，其他一概不知。皇命？什么皇命？魏夫人中毒，危在旦夕，皇上下令要搜宫，查出谋害魏夫人之奸邪。谋害魏夫人的人不是早已落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查？皇上英明，早知一寒无辜，是有人要转移目标，栽赃嫁祸。皇上将计就计，让主谋疏于防范。原来如此，皇上心思好细腻。好啊，要搜你们就搜。本皇后不怕你们搜，若是我交房殿搜不出你们要找的东西，那本皇后今天所受的屈辱，会向皇上和皇太后讨回。到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身。皇后放心，臣不是来搜宫，臣是来守宫，守住交房殿的每一个人。以保护皇后的安全。如果真有人以蛊毒害人，物证肯定不会放在身边，药方也一定会放在最安全、最没有人怀疑的地方吧？搜得好仔细呀！来，谁过来，将哀家也搜一遍吧，看哀家身上有没有藏了毒物，要害皇帝的宠妃。母后息怒。主谋可能以为陛下断然不会搜母后住所，也许会将毒藏于这宫里。这里若真有毒物，母后不慎误碰，会有危险。儿臣也是担心母后的安危。别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不是为了那个魏夫人？那么多的禁卫，在哀家宫中大肆搜查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哀家这皇太后还有何颜面？哀家宫里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等恶行的。谁敢在这长辛殿中藏毒？回禀陛下，臣在皇太后的内侍陆行尊中找到这尊药液，臣怀疑这就是毒害魏夫人之物。荒唐！那陆行尊是哀家寝殿里的珍藏，从来没有人敢碰，何来毒液？是不是有人想嫁祸于哀家，陷哀家于不义呀？能在母后寝室内藏毒的，必然是能经常进出寝室的人，就是他。翠儿，不会吧？求陛下饶命！奴婢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听命而为啊！皇太后，皇太后饶命啊！
我全都照。千万不要用刑，不要用刑！翠儿已经供出了是你下的，何须你照？朕只想要一样东西，救魏夫人的解药。原来要的是这个呀！你能下毒，必有解毒之药。陛下要的解药就在当中。这个是解药，也是镇毒，毒中之霸，喝下七孔流血，立刻毙命。这个也可以是解药，同时也是避药，乱于真气，避而不仁，服后无药可救。你是戴罪之身，少跟朕耍花样。这里的药皆相生相克，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杀人，如何运用，只有我懂。陛下如果杀了我，那魏夫人就必死无疑。我可是不能受惊吓的，我怕我记不清哪一瓶才是解药啊。好啊，那朕帮你记清。你配制的蛊毒，想必自己都没有尝过吧？如今你必须记得，哪一瓶是解药了。拿你的解药出来服下吧。就算我拿出解药，也会被陛下赐死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自救？就让魏夫人陪葬，岂不更好？你这妖女，果然歹毒。陛下英明，小女子我就是靠歹毒心肠活命的。如果要我的解药，那我也跟陛下要一样东西。说，我要陛下的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。杀我还是赦我，全凭陛下旨意。但魏夫人与我的性命，孰轻孰重？陛下不难做决定吧？好，只要你的解药能救魏夫人，朕就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。君无戏言。段宏，在，朕这佩剑你拿着。若朕出尔反尔，就让朕以身伏剑。诺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。快把解药拿出来！陛下，你累了，还是先吃点吧。不吃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夫人刚服了解药，药力起作用也需时啊。虚实。他痛也痛过，吐也吐过，什么赃物毒血，已经吐得无力再吐，为何仍是毫无起色？难道是那妖女行诏？是朕亲手把毒药喂给了子父，把他送上了死路。子父，你答应过朕，妻已偕老，你要守承诺。子父。陛下，臣妾谨遵王命，奋力求存。
魏夫人服了解药，已无大碍。既然陛下答应，欲赐我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，那就请陛下放我走吧。放，当然要放。把楚服收押待刑。君无戏言，陛下答应过免我死罪，言犹在耳啊。朕当然记得答应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，以换取解药。朕一定会守信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毒害魏夫人可以逃得一死，可如今，朕要治你另外一条死罪，就是你教唆皇后在紫金汤里对朕下迷药。什么迷药？什么汤？我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。休想抵赖！段宏，皇后的紫金汤中查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太医令再三查验，证实紫金汤中的确含有西域米囊花。此物若少量用药，可解痛患，但因含毒性，长期服用则会成瘾，中毒伤身。我虽曾对魏夫人下过毒，难道全天下的毒就都是我下的了？那要看刑具之下，是否能找出竟敢向皇上下药的真凶。陛下是明君，不会屈打成招吧？通常是不会的，但对于那些心如蛇蝎、下手狠辣的人，朕倒想看看他们吃苦受罪、生不如死的样子，以泄朕心头之恨。来人，在！陛下一定想知道谁是主谋。我告诉陛下，将功赎罪，求陛下免我用刑。朕不想再见到你，让你死100回1000次，也不足消朕心中怒火。是御史，臣张汤在。巫女楚服，毒害天子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。定日腰斩。诺。腰斩！我的腰啊，疼死！给朕压下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陛下圣安。免了。奸恶毒妇之礼，朕受不起。我大汉后宫竟出巫蛊祸乱，今日朕就要拨乱反正，除奸惩恶。太史令，臣在。你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，千秋功过，不得含糊。你们就秉持公正，给朕好好记下今日殿中一事一物、一言一行，以存后世，以儆效尤。诺。好，陛下也不召开廷议，就想枉加罪名于功臣身上吗？我倒想看看当今天子如何对待他的亲姑母，又是如何对待有功之臣。太史令，你可要将这些一字不漏地给我记下。想不到姑母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，朕倒想听听你口中的是何道理。有功者自有道理。天在看，史鉴在存，只怕你口中的功抵不过你犯下的罪。我功盖9天，何罪不能容？想起先帝在位，上有太子，下有兄弟10数人，若非我运筹帷幄，排除障碍，当今天子又怎能登上帝位？
第一功，继承大统，辅主登位。进。好一个辅主登位，可惜有功亦有过。正因窦太主持功跋扈，动辄扰乱宫事，目无君上。第一过，居功压主，视为不忠，给朕记。陛下16岁登基，亲王中多有虎视眈眈、觊觎帝位者，全仗我这个姑母联系亲族，力压诸王，才有陛下的今天。第二功，匡扶幼主，安定社稷，给我记！陛下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双目不灵，待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，替其分忧。第三功，东宫扶正，为母分忧，记！太皇太后贤德公正，为保你这个女儿，却多次无奈地为你掩饰恶行。瑞吉身死，卫青被抓，都跟你脱不了关系，更别说你在外巧取豪夺，在内干预朝政。太皇太后干父骂名，都一一亲情宽容。第二过，上母亲御，视为不孝，记！你筹谋毒计，与皇后同谋，为争宠残害嫔妃，又推罪于他人。第三过，害人谋私，不仁不义，记！为姬邀妹，恃宠生骄，我的所作，我的所为，全是为了敬君侧，保后宫之安宁。你保的是你自己的安宁，以巫蛊害人，在朕的饮食中下药，事到如今，还能振振有词。母亲，段宏，那巫蛊案到底实情如何？你说。刚才窦太主句句铿锵，功比天高，臣只怕直言会被误议论功臣。朕今日叫史官到齐，就是要真相大白。刚才有人恃功犯言，你又何惧直奏佞臣？那臣只有直言无惧。窦太主与皇后指使巫女楚服，以蛊毒加害魏夫人，令她神志失控。臣斗胆问一句，窦太主，良知何在？可有想过三位公主会因母亲病发而受伤害？那就是谋害皇义的大罪。当日皇上就曾被魏夫人病发失控所伤，那就是谋害天子，大逆不道的死罪。这些全是楚服与仆婢的供词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被窦太主及皇后权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罪证确凿。窦太主是否要臣一一在殿上朗读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你的罪过仅荆楚之竹，犹不能恕，还敢自诩有功？你是功不抵过。太师令，记！这一字不漏地记于石剑之上。好一句功不抵过！就凭陛下所言，我毕竟还是有功的，那就请陛下把我所有的功算到皇后身上。过，我一个人当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皇后心性单纯，是我这个母亲逼我女儿做出种种犯言逆上之事。母亲，臣甘心伏法，请陛下饶恕皇后死罪啊！母亲，是母亲不好，连累了你，强要你争气争宠，才落到今天如此地步。不是的，你就让母亲为你做最后一件事。陛下，恳请陛下赦免皇后死罪。就算皇后在汤水中下了点药，也只是想留住陛下在身边。对
陛下情深一片，绝对没有丝毫谋害之意呀！请陛下念在跟皇后多年夫妻情分之上，别跟朕提情分。夫妻若有情，何以不知体面君心？夫妻若有情，何以却以阴谋相待？陛下，不是的，你母女二人为祸后宫，罪无可赦，该杀！陛下是一国之君，君要沉默，何其容易！只是没料到，你对皇后竟如此绝情啊！绝情！你丧心病狂，加害他人，可有动过恻隐之情？看见他人受苦，只怕还欢颜对饮，庆贺奸谋得逞。你俩也自绝于情这个字。如今死到临头，还跟朕说情，荒唐！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！陛下，娇儿所作所为，只为留住君心，只为跟陛下长相厮守，天日可见呀！求陛下收回成命，求陛下收回成命啊！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错了，陛下。陛下，就算你不念娇儿一片痴心，也得顾及太皇太后的心意吧。娇儿一直都是太皇太后的心头肉啊！你竟然用已故的祖母来压朕！臣不敢，只是想，陛下不是一向主张尊崇儒道吗？孔夫子有云：“视死如视生，孝之至也。”太皇太后若还在生，见到儿孙相残，帝后反目，她会有多么伤心！饶娇儿死罪，就是为太皇太后尽孝。求陛下存仁孝，以为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啊！想不到你厚颜无耻到搬出骨肉亲情来求活命，放任奸邪者作恶，何以存仁？由着后宫不宁，何以道孝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臣妾自知罪大，不奢望陛下饶恕。但有一事，还求陛下成全。什么事？求陛下让臣妾临死之前见魏夫人一面。陛下当初一句“有你就够”，欺骗了臣妾。陛下认为夫妻若有情，不会以奸谋相待。可是陛下正谋算了臣妾。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陛下说的是，可臣妾谋陛下，为的是陛下的情，以真情相待；陛下谋臣妾，却为的是他人的情，以虚情相骗。敢问陛下，两者之间是谁负了谁？求陛下不念公，不念情，也念当初许我金屋藏娇的承诺，让我见魏夫人一面。
皇后万福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听别人称我皇后了。你觉得我罪有应得是吧？也许真的是。我落得如此下场，你还恨我吗？其实臣妾对皇后从没有恨，只是不能不怨。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一直谦卑礼敬，不争不斗，却仍遭受巫蛊之害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让3个孩子失去母亲。臣妾只愿皇后愤恨太重，遮盖了本性。其实，你我之间的怨恨，不再愤恨太重，而是爱得太深。我怎能容忍要得到夫君的宠爱，就要先善待他的宠妃？我自小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。这种无奈，你又怎能理解？一切皆已成空，想不到，身为后宫之首，大汉皇后，居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。如今我别无他求，只想知道一件事。祖母临终前曾说，留了一道救命符给我，我想知道，这救命符是不是你？是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向你取来于用，不过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母亲。求魏夫人救我母亲，免她一死。我陈娇这一生，除了皇上，还有皇祖母，不曾求过其他人。但今日为救母亲，我愿向魏夫人长跪不起。皇后，从小母亲对我浇灌疼爱，嫁给皇上后，我眼里只有皇上，心里只想着如何讨皇上欢心，连身边的母亲都不曾关心在乎。直到今天，在殿堂前，我母亲为我求情，那佝偻的背影，那颤颤巍巍的步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威风凛凛的窦太主，不过是为女儿操尽了心的老妇。母亲养我、助我，为我争名争宠，我却从未记挂她的深恩。相反，母亲却为了让我逃脱死罪，自揽罪责，归附待定，一心求死。你也为人母亲，为人儿女，应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求你，让我在临死之前，这一份孝心，用你这救命符，免我母亲一死。求魏夫人成全。万万不可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休想让朕开恩赦免！陛下，一个是陛下姑母，一个是陛下的正妻啊！
姑母，正妻。觉得怎样？陛下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？是动怒所致吗？还是病了？要不要传御医？手颤不是因为动怒，也不是因为生病，只是到了朕又该喝那紫金汤的时候了。他们对你施以蛊毒，是要取你性命；他们给朕灌迷汤，是要夺朕心智，要朕非得去见皇后，喝那紫金汤不可。陛下，这如今怎么能治啊？太医令说，还要一段时间，才能把这心瘾根除掉。陛下，这些朕都不能对他人说。子父，朕好气，想起你所受的苦，想到自己被蒙在鼓里，天天被皇后所摆布，朕就更气。口口声声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他的心竟然如此歹毒。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未能察觉陛下之苦，求陛下恕罪。你这罪，恕之何难？可他们却是罪无可恕。子父，你知道林中最可怕的野兽是什么？应该是猛虎吧？猛虎吃人。以前先帝问朕的时候，朕也是这么回答。可先帝却摇头告诉朕，最可怕的是毒蛇吐信。吐信小蛇比吃人猛虎更可怕。因为毒蛇阴质，防不胜防。你若看它柔弱便善心对它，它却会转过头来反咬你一口，吐出的毒汁足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一旦抓住它，绝不能轻放。臣妾明白，陛下深受其害，知道不该再多说什么。可是陛下既然提起先帝，倒让臣妾想起以前在乡间听到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陛下先祖父的。话说薄太后生病之时，孝文皇帝3年间，亲身侍奉清肠汤药，无一日安眠。先祖仁孝，感天动地，所以我朝素来以孝治国。皇后跪求臣妾，并非为自己求情，而是为母亲求生。臣妾深受感动。臣妾代为求情，不关乎对与错、罪与罚，说的只是一个孝字。陛下承先祖美德，对太皇太后一直尊重恭顺，太皇太后也疼惜陛下，陛下与太皇太后祖孙情深，可知太皇太后临终之前，将遗愿托付给臣妾。什么遗愿？若有朝一日皇后招致杀祸，愿臣妾可以尽力保她一命。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她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她一命。太皇太后担忧皇后闯祸，却辗转托付于我，而不直接要求陛下发一道护身符。陛下可知其中玄机？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皇后若出事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她的性命。
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太皇太后早料到皇后对你不肯罢休，终必惹祸，朕也必定不饶。普天之下，愿意不计前嫌救皇后的，唯子夫你。既然陛下已经了然，何不让臣妾信守承诺，圆太皇太后遗愿？陛下，大汉崇孝，因孝存则家和，家和而国兴。皇室乃天下万家的典范，求陛下为百姓做表率，赦免皇后与窦太主的死罪。圣旨到。大长公主刘嫖违掌无道，挑唆是非，扰乱后宫，违念其功，着令其于唐邑侯府静思己过，永不得踏入皇宫。皇后陈氏失许无德，挟妇人媚道，惑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，着令上其喜寿，罢其后位，退居长门宫，违感其孝，特与待遇如昔，以示皇恩。谢陛下圣恩。我的女儿生来富贵，一步步登上后位，却是一场梦。而那座严雅耸视、藏风聚气的长门园，我亲手献给皇上的礼物，何曾想到，却变成了关进我女儿的牢笼。能保住母亲性命，已属万幸。如今，连我也可以免于死罪，那更是恩赐。别无他求，只是今后一个关在宫外进不来，一个锁在宫内出不去，恐怕往后我们再难相见了。进宫高墙，远离尘嚣，且行且思，唯念母意。
皇太后金安，陛下万福。免礼了。谢皇太后。魏夫人前些日子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词，一心为陈娇母女求情。臣妾只希望后宫风波早日平息，才有感而发。好一个有感而发！他们母女二人先前对你多番陷害，你却能以德报怨，真是贤德兼备啊！难怪皇帝会对你如此倾心。你的那些道理故事，不要只对皇帝说，也要说给哀家的乖孙女们听听。他们现在呀，正在殿内读书呢。稍后啊，你就带他们回兰陵殿，多讲些修身立德的故事，让他们也能明是非、懂事理。是。臣妾明日再送他们回来。魏夫人，你没听清楚吗？母后的意思是，往后就让亲母来照顾3个孩子。真的吗？你的女儿们每天都想着你，念着你，以后有你管教他们，哀家很放心。有你在皇帝身旁，真是大汉之福，后宫之福啊！谢皇太后。来，过来。但也不要忘了，以后多带他们过来走走，陪祖母赏赏花。这次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都因那巫女楚服从中作梗，才掀起这场风波。母后放心，此案儿臣一定会严办，该罚的罚，该赏的赏。巫蛊之案终于告一段落，真凶落网，主谋认罪，后宫恢复安宁。段宏、张汤奔走纠察，功不可没。朕即日封段宏为郎中令，统帅禁卫；张汤为太中大夫，定诛律令。着令段宏直指，张汤辅之，监斩巫蛊祸首楚服。巫女楚服妖惑咒诅，煽动内宫，大逆无道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，特处以腰斩，尝极刑之痛，再悬首于世，以儆效尤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斩我！不要斩我！我怕疼！不要斩我！我怕疼！放了我吧！你要替我报仇！特处以腰斩，尝极刑之痛。狗皇帝，手段如此狠辣，心肠如此歹毒，极刑对他，让他死得这么痛苦。卫子夫，你是何方妖孽？迷药巫蛊治不了你，你反而轻易取了他的性命。卫子夫不要得意得太早，天地为证，我一定要让皇宫永无宁日，
我要让卫子夫血债血偿！子夫，你这2天总是心神不宁的，是不是病了？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。姐姐，大哥生病了。大哥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躺在我们故居的小屋里，大夫说大限将至。富亦乐，贫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我们是一家人，心连心。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富亦乐，贫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富亦乐，贫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富亦乐，贫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子夫，你别再难过了。魏大哥已经大连，皇上派人把葬事办得体面，又恩准你在宫里守孝100天。我想，魏大哥泉下有知，也会很欣慰的。今天祭礼过后，你也节哀吧。逝者已矣，这我明白。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了。明月，你怎么了？明玉的好姐妹，无辜被抓到报室审问，她一直在担心她。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为了那个巫蛊案，到现在还有人被牵连，有人被抓，被用刑恫吓。供出一堆人，就又有一堆人被抓，不知何时才能结案。几天前，长信殿的丝绒无端被抓走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估计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听说要宁枉勿纵，现在宫里都人心惶惶的，不知道是畏刑还是畏罪。犯事者固然该杀，只怕无辜者也跟着无端受累。听说连金瑶都自杀了。金瑶，徐黎夫人身边的近身侍女。夫人，这汤不烫，正好入口。
祭祀之后，我想去趟增城殿。徐丽夫人，快去叫人！徐丽夫人，快去啊！你为何还要救我呢？你可知道，我罪孽深重，我该死。为虎作伥，非我所愿，但我无可奈何。我绝不会这样谋害魏夫人。皇后是后宫之首，权比皇上，但要我去害人，恕难从命。先别急着抗命，看完这个，你再做决定。只怕你看完之后，反而哀求我，让你去了。县令徐离光贪渎王法，强害居延百姓，更负皇恩，罪该问斩。即日送。依刑律，这审案记录一经提交，若3日之内不能改供，便成为死案。只怪你兄长好事多为，不过要救他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他的命在你的手中。我自私，想保住兄长，就任由金瑶下毒，险些害你丢了性命。我愧对你，愧对皇上。姐姐别这样说，你兄妹情深，我明白。当日魏长公主拿汤想喝，你故意打翻，是不想连累公主中毒。你这心思，子夫铭记。魏夫人，你如此宽宏大量，徐离敏感妩内啊！姐姐，快起来！你无心害我，如今我也没事了，不会再追究。我们还是好姐妹，一如从前。谢谢你，可我大错已铸成，无法挽回。现在金瑶已畏罪死了，我早晚也会受牵连。与其不知何时被捕遭刑，每日担惊受怕，我情愿自己做个了断。姐姐，姐姐，如画江山，壮哉；天籁之音，妙哉；与君同游，乐哉；神仙眷侣。聪明的子父，你至少可以接上一句“快哉”吧？的确快哉，与陛下神仙眷属，但此时却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。哀哉！
你我相约同游，朕一心想着与你畅游解忧，却原来你另有盘算。臣妾只是眼看后宫的奴仆嫔妃，因为太中大夫张汤的追查而惶恐不安，臣妾心里不好过。朕明白这次追查牵连甚广，可这事若不追查到底，杀一儆百，就是姑息养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是此事已过去多时，皇后已废，罪魁楚服也被处以极刑，其他人即使有关，也有可能他们是被逼无奈啊。这段日子人心惶惶，已是惩罚，求陛下仁慈开恩，让无罪者心安，有罪者自省。陛下，巫蛊一事就此了结了吧。臣妾刚刚失去兄长，臣妾明白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后宫就是臣妾的家，后宫众人就是臣妾的家人，臣妾只盼后宫一家平安和顺，家人安乐。求陛下成全。朕同样希望后宫和乐共处。你花尽心思让朕出来，又恳切陈词，朕怎能不许呢？只希望朕所求的，子夫也能欣然接受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什么事情说一句话就好，何以这样说？你知道朕一直想进边关，攻外敌。卫青向我自荐，欲带兵出征。我担心你刚失去兄长，会不舍。也罢，这事还待商定，一切仍得看粮草的征集、物资的调动，准备就绪再做决定。臣妾明白，无国便无家，要先国后家。何况卫青自小读书练武，进宫之后更钻研兵法，指望有志能伸。若能得陛下赏识信任，让其领兵，是卫青之幸，臣妾只会加倍开心，只会欣慰。好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也同样不会看错卫青。你放心，卫青将来一定驰骋大漠，名垂青史。大人，你是要去看飞鸾吗？今日一早，公主骑着飞鸾出去了。公主，今日飞鸾很神气啊，姿态矫健，更胜从前了。飞鸾，你今日心情特别好是吗？你最喜欢的两个人都来看你了。嗯，两个最喜欢的人。两个最喜欢飞鸾的人。我出征在即，临行前来看看你，可能有段时间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这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，磨砺多年，就待此刻。没有舍与不舍，只有能与不能，对吗，飞鸾？自从皇上有西征打算，我就加紧操练飞鸾。他如今已是神勇无匹，让他跟着你出征，驰骋沙场，必无往不利。飞鸾，你留下来陪公主，好吗？不可，外敌凶悍，多年交战，大汉往往损兵折将，败多胜少，有他伴你出征，我才安心。战场凶险，刀剑无情。飞鸾是公主最喜爱的，
理应在公主身边，我才安心。若是想要让我安心，你就听好，既然答应过我，唯我牛马，就要保命回来。臣定不负公主厚望，凯旋归来，绝不食言。绝不食言。